大家好，我是黎晨。今天我们的节目叫做《他们为什么来到1921》。那今天第一集的第一个嘉宾是我认为1921收了这批移民之后开始改变，算是改变的开始。因为当时我们面临有点像是灭国危机。今天就从这个改变的开始的团长邀请他来我们节目进行访谈。那之前的访谈好像大家还蛮喜欢的今天的嘉宾就是常常在我直播到处乱开车的斐叔。斐叔，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酱油斐叔，然后后来改名，现在变成龙斐叔。我之前是1425的国王，然后在3个赛季以前带着我们王国仅存的战力一起移民到了1921。原本的那个匪是土匪的匪，但是莉莉丝说那个字有问题，是不是？对，被和谐了。其实和谐倒是无所谓，大家都还能看得见，但是问题是聊天中打不出来也都算了，你想进到聊天群都进不去，游戏中的这个就有点无法接受了。所以说只能找了一个看起来相似的名字，然后就相当于脑袋上戴了一个竹帽子吧。至少是竹帽子，不是绿帽子。这个就算了吧，已婚人士，我怕我老婆跳出来。斐叔之前是1425的国王，然后他带了1425的团队现在我看今天返兵好像1.5亿吧战力，然后击杀是178亿。对对，战力现在部队返回了以后大概是1.8亿了，然后击杀是178，很遗憾这次国战没有到180，敌人退得有点快。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正式的题目。怎么会知道921这个王国？是有人介绍，还是从哪个管道知道的？当时我们一直在选，就是有了移民意向以后，就有在选去哪个王国。我记得，我不记得是我们王国的谁了。当时有跟我提到说，在 YouTube 也有一个主播是来自于1921，是华人王国，说的就是你啦，宝宝。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发现做的不是技术类的，就是跟医源civil 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只是记录一些日常。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所以我还觉得蛮好的，就是也听你们语音的气氛也都比较和谐嘛。然后就在游戏里头联系了一下你，然后你就给我转接到猫猫那边了嘛，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对，我记得你那时候还留言说，王国怎么才3个驿站，这样怎么围棋子？殊不知那时候我们已经围完了，我们已经围了3天了。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人是不是说特别会关注其他王国的 KVK 进程，然后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因为也比较长嘛，就是跳着看也大概就是说不会看一些具体的什么情况。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你们，也看了一下你们的联盟，我当时有点晕，我说这驿站有点太少了吧？我说这个再围棋子围下去的话，是不是人会不够怎么样的？所以说才会问一下。殊不知那已经是我们剩下灵魂的身体。接下来是为什么会选择1921？其实当时的话，对于我而言，在1425，因为我们当时只是 D 王国的头 ，C 王国的尾巴嘛。然后我个人而言玩的就是非常累，而且我这个人做事是会那种比较较真的那种，所以说每次国战从外交、骑路、盟友，最后谈奖励、战争、战场、铺地图、铺旗子，都是我基本上90%是我一个人来做。当时想移民一个区域的王国，就是最主要的是，首先要有仗可打，然后内政一定要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做大量的管理工作了，因为工作也比较忙，现实中工作也比较忙。然后也是联系了猫猫以后，然后当时我们决定在移民之前最后一个国战，然后猫猫就是也很好，然后在皇庭的时候也拿了一个就是账号了过来帮我们。我当时也体验了一下他的战场的指挥风格，我觉得
从各个方面跟我的思路，尤其是在战场上跟我打仗的思路也都是非常非常相似，非常非常接近。就是说，大家脑子里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点。如果连在战争中大家的思想的想法都不一样的话，那么移民过来不合拍。就是因为那次猫猫过来帮忙，我觉得双方都很合拍，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看对眼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决定带着大家过来。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被骗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吧，因为我当时选择王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当时在425就只有我一个100亿击杀嘛，然后当然了还有老三当时没有到100亿，我觉得100亿是一个门槛，是一个卡标，因为就是说你到了100亿击杀，能证明这个玩家在国战中他的在线时间一定是很长。老三没有到100亿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在线时长不到位。我是非常希望你就直接说出来好吧？对，然后老三的确是他在线时长不到位啊，经常打一打人消失去睡觉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有2个孩子，老二也刚出生没有很久嘛，所以说这也是很正常，因为家庭毕竟是第一位的嘛。然后我就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王国，就是打仗一定要猛，但是至少也要有100亿击杀，这样在围棋子围什么的，这样让我感觉到身边一定要有队友。因为你知道围棋的时候，你光不管是什么样级别的战争，就是哪怕你是 CD 国战，你一个人去围，你可以围1次围2次，但是你不可能围10次围20次，那是不现实的。我是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战友。然后当时921打开 R4 界面一看，哦，火拳啊，100亿击杀。然后当我就决定，哇塞，我至少我过来有一个队友。没想到我一过来，猫猫告诉我火拳弃坑了，我晴天霹雳啊！就是你说我不是被骗过来的吗？我觉得我是被骗过来的，一半吧，一点点吧，大概20%吧。当然80%肯定还是，就是说一个玩家并不能左右一个王国的战争走势，这个是一定的。所以那时候没有觉得我们是 A 组可能会就是跟预期的不理想，就是有仗打，但是就是跟 CD 组的风格有点差很多。会考虑这方面吧，但是其实的话，对于425当时在 CD 组的情况来讲，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国战也是地狱式的国战。然后你看 CD 组的强度肯定是达不到 A 组的级别，我觉得这个区别在于战争的时长。但是你要说 CD 组，有的时候你碰到有的国战，你想一个阵营4个王国5个王国，然后战力也都是在当时那种情况，战力也都是在120亿左右。其实在战争的前2天，它的一些烈度各方面其实跟 A 组差不多的。所以说我过来之前是有心理准备，就是说我是觉得战争烈度肯定是要比 CD 国要时长肯定是要更长一些，但是没想到现在打成，尤其这次国产的这么长，就是崩溃，从关卡4一直打到黄金结束，就是3周的时间，你知道吗？就这是有点让人以前没有对，以前没有对。但你来921有3个赛季了，从 K10 到 K12，印象最深刻的赛季或是哪个 moment？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赛季应该还是上一个赛季吧，对上2755。第一个赛季尼罗河不说了，其实蛮 boring 啊，很无聊。这个赛季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各国的驻防，而且大部分的时间虽然是在战争中，但是双方是属于那种眼对眼发呆的，你知道吗？对，而且对方是没有什么进攻的，就是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咱们一直是在进攻，所以说没有那种惊心动魄啊。紧张的那种感觉，就我是完全没有。就这次国战，其实我整个国战打的是比较 relax， 非常非常的 relax。然后上一次的国战不一样啊，上一次的国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包括你想，咱们也是打关卡，而且咱们是打2边，是在2个区打，而且2755下堡，然后水阵营这边下堡，就是打城堡。尤其是在城堡建造的过程中，你去集结城堡，或者在城堡的建造的过程中，你去守这个城堡，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刺激的。尤其是上次对上2755和水阵营，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形容，就是你能一口气下了5、6个城堡，然后没有一个能下得成的这种
反正也是挺奇葩吧，也能证明咱们的实力。但是这个过程，尤其是打掉2755，就是下在咱们关卡门口的那个城堡，就是当天晚上就逼着我去开步兵集结，然后这个报告拿出来一看，我就是这个重伤，对方的重伤量达到了1000万，这种1000万级别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很少见。就是证明了当时是第二次，第一个集结没打下来，好像是。然后我是说，他不是盖了2次吗？他盖了2次。他应该是盖的第一个，所以说还是第二个，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个他们组织的也比较好，但是可能但是因为他们补兵线的问题，应该是第2次。对，因为那个当时是咱们的downtime，人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打的也比较费劲，但是猫猫也是微信连环夺命 call， 也是半夜把不少人叫起来了。我起来了，对，吓死了。我觉得上一个赛季打的是比较刺激，而且我觉得上一个赛季应该算是921的崛起之战，崛起，对，崛起建立自己。你这个崛起，并不是说你要崛起到某一个程度，而是说你跟咱们之前的一个状态比较。我觉得是一个对于王国一个集体的自信心的一个建立，就是说275不是一个很强的前锋，但是咱们在盟友尤其2个阵营极度拉垮的情况下，左右两边打，压制1077，压制275，我觉得这从某种方面上能是对921玩家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因为我们上一个赛季也收了很大量的移民，然后921的 DNA 有点被改写，我觉得。对，这一开始还是真的是要从2023的第一批，就是匪出你们这一团，我觉得是吧？应该算是吧，因为之前跟1903打输的蛮惨的，对吧？然后921最破盖的一季，黑历史，不堪入目。现在也还好吧，挺好吧，连拿了3颗星。我觉得这个东西信心、组织，就是管理各方面，大家都付出了很多。而且王国现在很和谐，在某种方面讲，我觉得王国很和谐，就是大家之间也是都互相信任，都信任程度比较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来921有后悔吗？比如说每天半夜被发猫图，会不会后悔？这个后悔倒不是会后悔，但是你是真的很想锤他，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早以前已经把毛毛的 notification 给 mute 掉了。我跟你讲，真的是承受不住啊！你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你说发信息，一开始我还以为出什么事情，结果一看10几张、20张猫图。你要是说你发1条消息你就算了，你连着发10几条，在1分钟之内，我跟你讲，真的是受不了。崩溃。我也常常体验。对，不是921有 cosplay 吗？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你 cosplay 都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那个是3藏。那所以说咱们就不说了嘛，具体 cos 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嘛，就是我们也不说了，然后请大家自己来那个寻找答案。921自己来寻找答案。921有很多秘密，像是什么有 cosplay party 那个。大家可以自己想办法找答案。对，这一次 KPK 有什么样的感想？除了刚刚那些，所以你们这次都来当进攻方，是有点辛苦。对，我觉得786这个王国作为对手王国，我觉得他们打得非常好，也是华人王国。我觉得他们不管从国王杨天啊、双子哥呀，还有那个风雪夜归人，然后最后被咱们调侃成风雪不归人，因为那个返程的部队的30分钟那次那个事儿，然后还有蛋黄啊，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然后就是带给大家一个精彩的国战。我觉得这个是，然后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觉得921咱们打的也非常好，包括4区不说了嘛，4区关卡4，那就是因为当时也推不动，双方都推不动，就在那儿就是互相僵持。但是到了下一个区，其实战事是进行了扭转，咱们3天之内拿下6区，然后基本上相当于1打2阵营。对，因为第一天木阵营要塞盖太慢了，所以一开始是1打2的状态。
包括到后来支援，包括到后来整个区的清理的干净，然后到黄庭把敌人给压制出去，然后到最后去帮盟友帮光阵营，然后打2934。我觉得咱们的表现在这其中是很可圈可点的，瑕疵肯定是有，但是瑕不掩瑜，我应该这么说，毕竟是最后的结果啊，是很好的。而且我当在你的影片里有一些评论我也看了，有些人说啊，数据输了还能拿星，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也留言了。首先，一次国战，你单纯说从数据上看双方的贡献，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去看数据，对吧？尤其是在双方的数据差不多的情况下，你在双方数据差不多，你相差都在5%以内的情况下，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对这个整场的战争的走势起没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那你说648那边，咱们的盟友那边，你说他们的贡献有没有？那当然是有了，他们的贡献很大。但是在黄庭，你黄庭开场2个小时以后就开始求援，然后包括当时关卡期的战争，就是对面有土阵营，有火阵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光阵营，你自己在那边，你就不应该去拿那个关卡。因为你拿关卡，你必然要被双极限，你必然要被3极限。你把关卡给出去，让敌人打进来，那你进来的只能是一个阵营打，或至多他们有可能他们交换关卡，或者是怎么样，他们有可能过来，但是咱们打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依然要去拿那个，你依然要去接那个机械，然后你依然要往里头塞工程车，对不对？那你阵亡这么多，那么到最后我们肯定就会质疑你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合法性。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明确说啊，那你谁数据多，谁就最后就拿星。那你这个东西你要看数据，那么你也要看最后的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么你最后敌人为什么放弃？你是因为我们过去帮了你，我们齐路都过去帮了你了，我们人都过去了，去压制火阵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黄庭最后才赢的，而且你整个右边的6区，那敌人为什么是有2个关卡吗？我们为什么是有4个关卡？那你这里头都是921，你包括从猫猫的战略制定，包括我们这边人有多长时间不睡觉，你打3天打4天你才打出来的这个结果。那么你648当时在干什么？648当时在 happily send your siege to die， 你非常开心的把你的那个工程车去送死了，再刷你的数据。所以说你这方面你去质疑921拿星，你说的这个没有道理。你可以是你只是旁观人士，我让你说给你说上去，但是在这里我一定要做出综上解释。921拿星并不是因为我们最后胁迫盟友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贡献在哪？否则我们如果贡献不到位的话，盟友肯定是不会让我们拿，对吧？那你最后648为什么最后让出这个星？那他们的管理其实心里大家都是有数的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再去讨论，因为已经是结束的事情了。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就要看下个 KVK 怎么办。对，下个 KVK 还没有定论，先休息才刚回来。对，下个 KVK， 但我希望下一个 KVK 再也不要打地图，我真的受不了，太大了。这地图真的是不止，就是打架的时间好像比盖奇的时间还短。对，一直是在盖奇，这么多联盟盖也不盖不满，真的是受不了了。关5到关6中间的2天，怎么盖都盖不到786的那个关5，对，太远了。有没有想对921的大家还有观众说些什么？来到921这么长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尤其是我这个人的脾气，说句实在话，是属于那种容易激动型，然后有的时候说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嘴巴绝对比脑子先行动的这种人。有的时候会生气啊，有的时候会发火啊，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说921的同胞们也没有就是说就是匪叔怎么样，大家对我就是还都是非常的和善，就是我从心里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那么在以后的赛季，只要我还玩的一天，只要我在921的一天，我依然会全身心的为王国奉献，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管理一起，每一次过战
都努力做到最好。当然，大家现在已经做到非常好啊，我们继续保持。然后对于观众们，就是希望大家多多订阅，给主播多多点赞，希望大家多关注921啊。那么就谢谢大家。就是今天谢谢斐叔的分享啊。今天是第一集，希望不会是最后一集。有机会他会再采访一些其他的921的玩家，那他们应该都会是后来才来的移民。今天非常谢谢斐叔的接受采访啊，希望大家多多捧场921的未来的国战还有一些动态。谢谢大家，谢谢斐叔，谢谢大家，谢谢波波，拜拜。